美空军战略正经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革。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空军的力量部署从冷战时期的永久性前沿基地转变到轮换式远征部署，也就是空军远征军。在21世纪，地缘政治格局巨变，美国空军的力量投射模式也迎来变革，迈入空军远征联队 2.0 时代。就结果来看，这一演变不仅是技术手段的升级，也是作战思维与指挥控制体系的重构。那么这个空军远征联队 2.0 到底是什么？转变之后，美国空军的战力将有多大的提升？最近，美国空军传出了新消息，参谋长韦斯巴赫上将拍板，从2027财年开始，美军要全面推行空军远征联队 2.0。简单来说，就是让士兵接受符合实际战场需求的训练，以最佳战备状况执行海外部署。很多人一听这名字，觉得不就是版本更新吗？之前有个空军远征军，现在加个 2.0 也没什么，手机系统还天天更新呢。但火力军要说的是，这不是修修补补。美国空军在大国竞争的压力下，把过去30年的家底都给掀了，准备重开一局。想了解 2.0， 咱们得先聊聊什么是 1.0， 也就是美军玩了30年的空军远征军。故事得从冷战结束说起。在冷战时期，美国讲究的是永久性前沿基地，遏制苏联线性防御，基地主要驻扎在欧洲和远东。当时的空勤人员职责相对固定，绝大多数任务都在其主基地及其附属成熟基础设施内完成。苏联解体后，对手消失了，但基地还在。估计当时的美国空军士兵觉得自己在住5星级酒店，机库是加固的，家属是随军的，食堂里牛排是现烤的，也没什么任务。只是好日子没过几天，问题来了。冷战胜利的负担太重，美国国会开始砍预算。1990年到1998年，美国空军的战斗机点队从24个砍到了13个，人少了，可活一点没少。一会儿去伊拉克飞进废墟，一会儿去科索沃扔炸弹，飞行员们叫苦连天，天天出差，老婆都要跟人跑了。飞行员留用率直接从 87% 跌到了 41%。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伊拉克军队又在科威特边境搞事情，美军发现自己撤了海外驻军后，反应慢得像蜗牛。面对空军战力碎片化问题，时任空军第9航空队司令约翰·江伯提出了 AEF 构想。咱呢得学海军，海军有个航母战斗群全球榴弹，咱们空军也得搞个战地池，哪出事儿往哪填，利用既有基地，侧重插拔式作战，全球介入禁飞区、治安战，轮换式远征部署。这又是空军远征军的由来。他把全美乃至全球的空军资产分成了10个 AEF 单元，每个单元里都有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轮到谁就去前线顶3个月，大家轮着来，每3个月有2支 AEF 处于可部署状态。听着是不是挺科学？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火力军得说 AEF 在实战中慢慢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当初空军搞远征军，作战目的很明确：第一，快，48小时内必须到位，在海军航母赶到之前，先把敌人的坦克给炸趴下，这叫制止力量。第二，稳，给官兵一个可预测的作息表，别老是突发性出差。第三，活，不用修永久基地，在哪儿都能降落，在哪儿都能开打。为了实现这3个目标，美军那是真卖力。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军就在中东那些简易机场做实验，搭起那种像铁皮屋一样的 K-SPAN 机库，测试在没空调、没高级设备的严苛环境下，飞机能不能飞起来。但是这套玩了20年的体系，在反恐战争爆发后彻底露馅了。主要毛病有3个。第一，就是所谓的众包编组，这是火力军最想吐槽的一点。在 AEF 模式下，一个被派往阿富汗的远征联队名字叫得响亮，但里面的人可能是从全美50个不同基地凑出来的。飞行员来自德克萨斯，修飞机的来自加利福尼亚，管大门的来自佛罗里达。这帮人可能在到前线基地之前，互相连脸都没见过。2，不同连队的维护规程、指挥习惯甚至暗语都不一样，默契度基本为0。在打治安战、炸游击队的时候还能凑合，但要是真对上同级别的对手，大概率会被暴打。也正因如此，导致部队在部署初期通常需要30天甚至更久的磨合期。在未来面对同量级对手的高速对抗时，这种指挥和执行上的延迟即演变为灾难性的崩溃。第二是留守基地的空心化，为了凑齐远征队的骨干，美军往往会把本土基地的技术大拿全抽走，结果前线打得热闹，后方基地没人干活了，那些留守的人要在大哥不在的情况下承担繁重的2线任务，整个空军的战力都被摊薄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他适应不了现在的大国竞争。AEF 预设的前提是美军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后勤补给线是安全的。但现在如果对手有远程导弹，能直接端了你大本营，你这种慢悠悠的组队方式，还没等队友集结完毕，可能家就被偷了。
为了修正 AEF 的混乱，美国空军于2022年推出了空军战力生成模型。该模型将部署周期拉长至24个月，并在4个月到6个月内完成重置、准备、认证和可用。虽然旨在提高可预测性，但在初期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明确的基层执行标准，被许多指挥官批评为 PPT 政策，变革的速度远超其内部消化能力。眼看 1.0 版本快玩不下去了，美国空军推出这个 AW 2.0， 也就是空军远征联队 2.0， 彻底颠覆了之前的作战模式。这个版本最核心的升级，用3个词总结就是建制化、预设化、多能化。咱先说这个建制化，之前的 1.0 是临出发前临时拉群， 2.0 变了，它要求以连队为作战单元。简单说就是以后要出差，咱整个连队一起去，或者以一个大型基地为核心，带上自己的保障团队，并尽可能从同一基地或少数临近基地提取人员。最猛的是，这支部队在部署前的18个月就已经捆在一起训练了。维斯巴赫上将的意思是，我要的是一群能打硬仗的兄弟连，而不是一群刚加联系方式的好友。他们在国内就把配合练烂了，到了前线下了飞机就能开火。再说这个模块化挂载 2.0 版本的远征连队就像一个万能插座，它有一个核心的指挥和后勤包，这个包是固定的，里面的人非常少。根据任务需要，可以往上插不同的插件，需要踹门就插 F35 插件，需要炸地堡就插轰炸机插件。这种乐高式的组合比以前更高效。然后就是最硬核的改革，任务就绪型空勤人员。以前你是飞行员你就只管飞，你是修理工你就只管修，你是保卫干事你就只管巡逻。但在 2.0 时代，美军要求每个人都得是全才，修理工得学会打枪和急救，保卫干事得学会给飞机加油，甚至飞行员在关键时刻也得下来搬弹药。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在未来的高烈度冲突中，人很可能会大量减员，这种能力融合使得一个原本需要100人才能运作的小型节点，现在可能只需要30名。具备多重技能的 MI 人员就能维持高架次出击。如果一个据点只剩下30个人，每个人都必须能顶3个人的活。为此，美军在圣安东尼奥基地建造了复杂的远征模拟机场，配备了虽然不能再飞，但具备完整机械结构的 F-16和C-130训练机。新兵在这里被分为小组，模拟在受到敌方特种部队突袭或无人机攻击的环境中生存。他们需要练习如何在压力下手动装载 AM9 导弹，操作加压加油软管，在土跑道环境下引导飞机降落。有了这一系列举动，美国空军的作战模式也会发生剧烈变化。火力军带你看一个关键词 ACE， 敏捷战斗运用。以往美军打仗习惯找一个像关岛安德森基地那样的大基地，几百架飞机排排坐。现在他们知道那样就是给对手的远程导弹当靶子。在 AW 2.0 框架下，美军会玩一种跳岛式的蜂群战术。一个远征连队会分散在几个点上，可能一个是1级主基地，另外有2个前沿作战点，甚至还有6个临时的野路子机场。飞机降落后加油、挂弹、起飞，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这就是演习中强调的综合战斗周转。然后马上飞往下一个点。你想用导弹定点清除，对不起，美军的飞机可能只在那2个点停留2个小时。还有就是独立决策，这是强的一点。AW 2.0 极其强调连队级别的独立作战。美军一想到在大国冲突初期，卫星可能被干掉，网络可能被切断，在断网的状态下，远征连队的指挥官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他们不需要请示五角大楼，直接根据预设的指挥官意图，带上3-5天的干粮和弹药，在孤岛上跟对手死磕。去年美军搞了个马赛克之虎演习，模拟的就是这种状态。由于电子战干扰和网络攻击，前线部队与高层指挥部之间失去通信，一群大兵在失去上级指令的情况下，自发组织防御，自发引导救援。这种从听令行事到意图驱动的转变，是美军再度自己的基层军官素质。除了适应环境、独立打仗 ,2.0 版本的远征连队还有一个特点：进攻性后勤。以前后勤是求爷爷告奶奶要物资 ,2.0 时代的后勤叫 Big L 大后勤，后勤人员直接参与指挥决策，甚至用 3D 打印在土跑道现场修飞机。他们的目标不再是让飞机飞得舒服，而是让飞机能在各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多飞一次，多扔一颗弹。讲了这么多，这套 AW 2.0 是不是就真的无敌了？咱说句实话，这里面有几个坑。简单来说 ，AW 2.0 就是分散部署，这样做生存率确实高了，但每个点都需要防空系统。美军现在的防空力量极其依赖陆军的爱国者。如果空军分成了几百个点，陆军哪来那么多的防空导弹当保镖？难道指望那些战士用步枪驱动无人机吗？还有就是资源的分配，把最精锐的人、最好的设备都预装到了远征连队里，那留在国内的士兵怎么办？长此以往，美军的整个战力生成体系会不会因为失血过多而崩盘？最后就是士兵的极限，美军想把士兵变成超人，又要会修飞机，又要会打仗，
但要知道，现在的美国年轻人连参军的热情都在下降，这种高强度的压力会不会导致士兵半路直接跑路？总的来说，从 AF 到 AEW 2.0 的确是一种升级，也弥补了过往的缺点。这种变革不仅仅是武器的更新，更是整个战争逻辑的推倒重来。但具体结果如何，我们也说不准。等到2027年，我们就能看到美军这波操作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空军远征联队 2.0 能不能适应大国竞争？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